17000亿美元和一周蒸发500美元的黄金。这两个数字如果摆在一起看，你会觉得谁更荒谬？一边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SpaceX 上市计划即将登陆美股，另一边是黄金白银双双跌破200日均线。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今天资本市场的钱只够讲一个故事，而你手里那点金条银条正在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悄悄抽走。今天这期我想跟你讲清楚3件事。第一件事， SpaceX 17000亿美元的估值到底怎么算出来的？谁在为它接盘？第二件事，黄金白银为什么一周蒸发500美元，200日均线失守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三件事，6月16号美东时间下午2点 FOMC 之前，海外华人投资者到底应该重新配置什么？听完这期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一周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用今天这个价格买入实物金条银条的机会。先说今天的数据，今天金价现货报价在4280到4330美元一盎司之间徘徊，开 TCO 显示4304， APMEX 显示4280， Bullion Vault 显示4206，白银现货在65到69美元之间，开 TCO 65.95， APMEX 66.17， GM Bullion 69.28。 这两个数字如果跟上周五也就是6月8号 WSJ 公布的收盘价比1，你就能看到真实的跌幅。上周五金价收在 4889.9， 白银收在 77.24， 也就是说一周之内黄金跌了将近600美元一盎司，白银跌了11美元。触发这一切的是3个事件叠加。第一，5月非农就业数据出来，实际新增就业 17.2 万人，市场预期只有 8.5 万人，超预期近2倍。第二，6月5号 FOMC 会议，美联储选择按兵不动，但会后声明把降息预期几乎清零。第三，特朗普宣布美伊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地缘避险情绪一夜之间消散。这3个事件叠在一起，就问你一个问题，手里那点金条银条到底是该加仓还是该减仓？我先给你一个数字化的判断框架。今天金价相对5月历史高位回撤已经超过 12%， 这意味着对长期持有者来说，技术面已经进入分批建仓窗口。但问题是，你买的是纸面 ETF 还是实物金条？这两件事在2026年的市场上正在走出截然不同的方向。先说 SpaceX， 这一周市场上最大的瓜不是金银暴跌，而是 SpaceX 的上市估值已经悄悄飙到17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目前主要看3个来源。第一个是私募2级市场的交易价格，最近几轮内部员工持股转让，估值区间在 1.5 到 1.8 万亿美元之间。第二个是 SpaceX 跟 Google 签的一份算力大单， SpaceX 给 Google 提供卫星算力， Google 给 SpaceX 注入资金。这份大单的金额和期限虽然没完全披露，但市场已经把这份合同当成了估值锚定点。第三个是分析师按市销率倒推， SpaceX 现在年化营收大约130亿美元，主要来自星链宽带、火箭发射服务、美国国防部合同。按科技股常见的13倍市销率算，刚好17000亿。谁在接盘？摩根士丹利、高盛、摩根大通联合承销，认购方主要是中东主权基金，尤其是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加上美国本土的养老金和对冲基金。但你要注意一个关键风险，这17000亿估值高度依赖那份 Google 算力大单的真实性，市场对这份合同的条款、价格、期限都还有疑问。如果 IPO 招股书披露时这份合同缩水，估值可能要打个7折。你需要知道的是，17000亿美元相当于苹果市值的1/3，相当于2024年全年美国 IPO 总和的5倍。这不是普通的 IPO， 这是抽血机。你可以做的，现在开始关注 SpaceX IPO， 招股书的披露日期预计就在6月下旬。招股书一旦公开，所有关于估值的猜测都会尘埃落定，而那一天就是金银市场短期方向的关键转折点。CTA 第一次减章节1末尾30减%位置。说完 SpaceX 这个抽血机，我想插一句，
如果你手里已经有金条、银条，或者正打算配置实物金银，你大概率会问一个问题：在哪里买最稳？我合作了2年的一家渠道叫 Bullion Star， 他们在新加坡有实体仓库，可以直接从新加坡提取实物金条、银条。新加坡是华人配置实物金银最稳的存放地之一，法律框架清晰，资产隔离严格。你可以先去他们网站看看现在的金条、银条库存和报价，链接放在描述栏和置顶留言。不买也没关系，先了解。好，回到正题，这17000亿从哪里来？但你更应该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这一周黄金、白银为什么跌得这么狠？看3个时间点，6月5号周五 WSJ 收盘，金价4889； 6月8号周一开盘跌到4720，今天直接跌破4300，3天之内跌了600多美元一盎司。关键信号是金价今天正式跌破200日移动均线，200日均线是技术派最重要的支撑位，一旦跌破，所有用均线做趋势跟踪的量化基金都会触发止损指令，引发被动抛售。白银更惨，一周之内跌了 10% 以上，从77跌到66，工业属性和避险属性被双杀。为什么会这样？因果链是这样的：5月非农大超预期，市场立刻把对美联储的降息预期从9月推迟到2027年。美元 DXY 指数走强，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4.5%， 持有黄金白银的机会成本一下子飙升。你拿金银不生利息，利率这么高，谁还愿意拿？于是量化基金止损，机构调仓， ETF 持仓下降。 SPDR 黄金 ETF 本周减仓11吨，资金净流出32亿美元。你需要知道的是，历史上金价跌破200日均线之后，12个月内的平均回撤幅度是 8% 到 12%。 换句话说，今天4300的金价到明年6月可能跌到3900甚至3800。但这一切的最深层原因是另一个万亿级的事件正在抽走流动性，这就是 SpaceX IPO。 下一节我会告诉你这2件事到底是怎么连在一起的。这一节是今天最核心的部分。17000亿美元的 SpaceX IPO 和一周蒸发500美元的黄金背后是同一根绳子，这根绳子叫流动性。 SpaceX 上市需要机构投资者认购，机构的钱从哪里来？不是凭空印出来的，是从股债商品市场挪过来的。本周金银暴跌，债券收益率飙升，美股科技股回调，背后都是同一个动作，机构在为 SpaceX IPO 准备弹药。证据呢？本周 SPDR 黄金 ETF 减仓11吨，机构资金净流出32亿美元，但同时多家主流实物金银经销商反馈，本周实物金条订单量同比增长 37%， 其中以1000克大金条和500盎司银条为主，这些都是典型的长期配置需求，不是短线投机。一边是纸面金银在被机构抛售，另一边是实物金银在被普通投资者抢购，这就是分化的开始。再看一个历史对照，1999到2000年，美国互联网 IPO 浪潮达到顶峰，资本市场所有钱都流向科技股一级市场。同期黄金经历了10年熊市的起点，从1999年的1盎司300美元跌到2001年的250美元，跌幅超过 15%。 但有意思的是，在那轮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的2001到2003年，散户对实物金币金条的需求反而创了历史新高。机构在科技股上一地鸡毛之后，普通人把真金白银塞进了床底下，这不是巧合，这是资金轮动的必然，也是市场对信任的重新分配。现在轮到2026年，你正在见证的是机构资金从金银流向一级市场的历史性换仓。但这里有个关键区别，机构抛售的是纸面金银，也就是 ETF、期货、银行账户金、黄金股票，普通人抢购的是实物金条，也就是各大铸币厂的实物金币金条和银币银条。这2类资产的价格走势从2022年开始就在持续分化。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欧美对俄罗斯黄金实施制裁，市场第一次意识到纸面黄金和实物黄金可能不是一回事。
普京政府持有的纸面黄金在制裁后价值大幅缩水，但俄罗斯境内的实物金条价格反而飙升，因为那是真正可以流通的资产。2026年的今天，同样的故事正在重演。SpaceX 估值17000亿的本质是市场对未来现金流的极致信仰，而金银避险的本质是市场对当下确定性的极端渴望。这两件事看起来对立，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未来10年你信什么？换句话说，今天金价跌破200日均线之后，机构资金在撤退，但散户实物需求在进场。这种背离往往是长期牛市的早期信号。你还需要知道的一个关键细节，本周金银 ETF 净流出32亿美元的同时，全球主要铸币厂美国铸币局、加拿大皇家铸币厂、澳大利亚珀斯铸币厂的1盎司金币销量同比增长了 42%， 这是过去10年里从未出现过的同步信号。机构在抛售纸面，普通人在抢购实物，这不是散户的胜利，而是市场对信任载体的重新选择。你需要知道的是，金银高位回落不等于牛市终结，这是机构和聪明钱在换仓，不是撤离。你可以做的，把等金价再跌 10% 再加仓的计划改成现在分3批建仓，第一笔今天进，第二笔等金价跌到4000美元进，第三笔等6月16号 FOMC 之后进。重点是第一笔要买实物，不要买 ETF。 好，今天讲了3件事，最后给你3件可以马上做的事。第一件事，看盯 SpaceX IPO 招股书的披露窗口，预计6月下旬，招股书一旦披露，市场对17000亿估值的真假就有定论，机构资金流向也会跟着调整，这会直接影响6月16号 FOMC 之前的金银走势。第二件事，算3个数。算第一个数，你现在金银配置占总资产的比例是多少？如果低于 5%， 说明你仓位太轻；如果超过 20%， 说明你集中度过高。建议区间是 5% 到 15%。 算第二个数，如果金价再跌 10%， 你能承受的极限加仓金额是多少？建议用3到6个月的收入做底线，不要借钱加仓。算第三个数，实物金银和纸黄金 ETF 之间的价差。今天实物金条现货价对比 SPDR 黄金 ETF 的净值，价差能告诉你市场是恐慌还是贪婪。价差扩大意味着实物需求旺盛，价差收窄意味着机构抛售主导。你可以去任意一家实物金银经销商的网站截取1盎司金条的报价，再去 SPDR 的官网看 ETF 净值，两者一减就是当天的实物溢价。这个溢价过去3年一直在 2% 到 5% 之间波动，今天呢，你算完就知道了。第三件事，想配置，如果你在新西兰、澳洲、美国或者加拿大想要配置实物金银，优先选新加坡仓库提货的渠道。新加坡是华人安全存放实物金银的少数可靠选项之一。不要选香港或者内地所谓的仓库，那些渠道的资产隔离和司法保护不可控。如果你想现在就了解实物金银配置，我合作的 Building Star 在描述栏和置顶留言都放了链接，他们的新加坡实体仓库可以直接提货。你可以先看看他们现在的金条、银条库存和报价，不买也没关系，先了解。本期内容就到这。对，如果你觉得有用，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每周3、周日更新。评论区告诉我6月16号 FOMC 之前你会加仓还是减仓金银。我们下期见。本期内容仅为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